上一次我们讲了日本的至高母神伊邪那美，那么这一次我们就来说一说日本至高父神伊邪那岐。伊邪那岐是伊邪那美的哥哥，也是她的丈夫。这二位结合之后，生育了日本的众神以及日本的各个岛屿。但伊邪那美在生火神加具土时被烧伤，因此而死亡。伊邪那岐愤怒地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火神加具土。非常想念自己妻子的伊邪那岐去往黄泉国，希望能够带回伊邪那美。而当他来到了黄泉之国，看到自己妻子竟然已经腐烂得不成人样，这时的伊邪那岐便不顾以前的夫妻情谊，转身逃走了。伊邪那美发现自己的夫君竟然背弃自己而逃走，于是便派黄泉女鬼去追捕伊邪那岐。眼看着黄泉女鬼就要追上伊邪那岐时，这时他取下自己头发上的黑色发饰扔在了地上，黑色发饰很快就长出了一串串又大又甜的野葡萄。也许是因为黄泉没有阳光，长不出野葡萄的缘故，女鬼们一看到野葡萄便大吃特吃起来，完全忘记了自己追捕伊邪那岐的目的。伊邪那岐也趁着这个空档逃走了。伊邪那美只得又派8个雷神带领黄泉军去追捕伊邪那岐。伊邪那岐见状，只得拔出自己的佩剑，一边和黄泉军打，一边向地府的边境逃。就这样，伊邪那岐来到了地府的边界。说来也巧，地府的边界种着一棵桃树，伊邪那岐顺手来到了桃树下，摘了3个桃子。待到黄泉大军接近他的时候，他便将这3个桃子砸向黄泉大军。也许是因为当时地府里并没有桃子，所以当黄泉大军看到了迎面砸来的桃子时，便纷纷吓得逃回了地府。伊邪那岐看到桃子这么管用，便对桃子说：“桃子啊桃子，我赋予你强大的力量，去吧，像帮助我一样去帮助后世的人吧。当日本的众生遭遇苦难时，就像方才解救我一样，去解救众生吧。”伊邪那岐对桃子说完这一番话之后，便给桃子取了个名字，这个名字便是一富家梅斗美命，用中文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大仙桃神。伊邪那美看到伊邪那岐用葡萄缠住了女鬼，用桃子吓走了黄泉大军，叹了口气，然后自己亲自上阵去追捕伊邪那岐。但这时的伊邪那岐已经逃出了黄泉，并用牵引之石堵住了黄泉的入口。在牵引石前后，伊邪那美与伊邪那岐发出了日本神话史上最著名的誓言。伊邪那美发誓每天要杀死伊邪那岐1000个国民，而伊邪那岐则发誓自己要让自己的国民每一天生出1500个人出来。从黄泉国归来之后，伊邪那岐对众神说：“哎呀，我去过最为丑恶、最为污垢的地方，现在我要清洗一下我自己的身体呀。”于是伊邪那岐来到了柱子的日向国极小门的阿婆祇园。他来到了这里，看到美丽的溪河，于是便决定在这里举行蒲寺仪式。伊邪那岐缓慢地解开了自己的衣衫，将自己的长发松挽下来。那些因为肮脏被丢弃的衣服，被丢弃之后变成了12个神。脱光了衣服的伊邪那岐来到了河水之中，来洗涤自己的身体。洗着洗着，伊邪那岐忽然感觉上流的水流太过于急促，而下流的水流又过于缓慢，于是他来到了中游。伊邪那岐在从上游去往中游的途中，身上掉下的污垢形成了80霍金日神、大霍金日神等11个神明，而这11个由污垢中诞生的神明是掌管着日本人灾祸的神明。日本的国学者对于霍金日神有着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认为霍金日神就是给人生带来诸多不合理、灾祸和不幸的神，就算人们秉持着善心处事，也未必能得到幸福。人生的祸福吉凶皆由神明决定，所以即使是好人，有可能也在明天会被杀死，而恶人却不一定会得到灾祸的惩罚。来到中游的伊邪那岐又开始清洗自己的身体。当他用河水清洗自己的左眼的时候，诞生了一位神明，名为天照大神。当他清洗右眼的时候，化成的神明名为月读大神。当他清洗自己的鼻子时，化成的神名为须佐之男。
天照、月读、须佐之男的诞生，标志着第一代神已经老去，而第二代神开始诞生，从而代替第一代神统治整个日本神话。伊邪那岐看着自己刚刚诞生出来的3位孩子，面露喜色，对他的3个孩子说：“我生了不少的孩子，如今诞生了3个最为尊贵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伊邪那岐取下自己脖子上戴的玉串，他将玉串赐给了天照，并对他说：“我的孩子啊，你去治理高天原吧。”从此，这一串玉串被称为8尺琼勾玉，是象征着神界最高统领的地位。伊邪那岐安排完天照大神之后，又对月读说：“我的孩子啊，你去治理夜之国吧。”说完，又对须佐之男说：“我的孩子，你去治理海洋吧。”天照和月读接受了父亲的命令，去治理自己的国土，而须佐之男却迟迟不去治理他自己的海洋。须佐之男自出生之后就一直在哭泣，一直哭泣到胡须都长到8个拳头那么长，拖到了胸前，还是在那里痛哭。他哭泣的声音如同苍蝇，到处嗡嗡不已，种种灾祸随之齐生。这时伊邪那岐就很纳闷，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去治理你自己的国土，却在这里痛哭呢？”须佐之男回答道：“我自从出生便没有见过母亲，我希望到黄泉国去找她。”伊邪那岐听到这个回答，非常的生气，毕竟以前他和伊邪那美关系闹得那么僵。于是他对须佐之男说：“那么你就不要留在我的国土之中了，走吧。”伊邪那岐升完众神之后，觉得自己任务已经完成，便居住在淡海的多贺地方。伊邪那岐是日本神话中至高父神，他独自生育了第2代的神明来治理自己的国土，可以说在以后日本神话故事中都是由他所生的第2代神明创造的，而日本的皇室也是由他的玄孙穷穷楚尊开创的。虽然在神话中伊邪那岐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，比如杀死自己的孩子火神，抛弃已经变为腐烂的妻子伊邪那美等等，但这并不影响伊邪那岐作为日本至高父神的地位。好了，这一期就到这里了。